是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老房子安装花洒，一不小心跑3趟。没有事儿的情况下，就是商家赚钱，平台赚钱，师傅也赚钱。一旦出了问题，平台和我没关系，商家和我更没关系，责任全在师傅。客户反映还在漏，能听得见，看不到能听得到，那就拆吧。你们那个啥，棉管的话，这样还比较省事儿一点，省钱一点。走棉管的话，得从这边转过来走棉管。这胶都干了，胶垫主要是压的跑偏了，压的太紧了，看这个裂口还是不行。昨天测试了一下，最后还是买了一个这弯头，今天就给它换了。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吧？要不然走棉管的话，这个费用会比较高一些。把这个切了，把这个弯头给它加上。应该这个弯头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我看了一下，差不多。这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刚好这里是一个腰线，把腰线这一块切了，和下面瓷砖齐平。其实能再切长一点的话会更好，但是这样修补出来效果会好一点。这个水泥函非常的难剔，比较硬，但是也只能一点点的敲，我也不敢上电锤，搞不好一电锤把管子都打坏了。一会儿我们拆一下，看看这个头它在哪一块裂。上个视频很多人以为这还是 PPR 管，其实它是铝塑管。看，评论区好多师傅说用热容器把那个内置融出来，重新融一个上去，看到了吗？它是铝塑管，这应该在 PPR 管以前流行的就是这个铝塑管。看一下这个裂纹，它不光是这么竖着裂了一个口，横着还裂了那么长，循着它那个轨迹看，已经裂到根上了，报废了。管口在边上有一点伤，所以给它切了。新的。口撑的远点，这个口撑远一点有个好处，就是那个皮圈啊不会顶跑偏了。有时候你直接切割的话，然后套的时候皮圈就容易跑。现在切割的这个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拧起来是比较麻烦，费事儿一点。再往出掰的话，也怕把这个管从那个墙根直接就掰断。那麻烦就大了。遇到这种老房子这种情况其实也挺多的，只是我们做安装的还不算遇得多的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师傅是做侧漏的，那好家伙，天天跟这些老房子打交道，不是地暖管破了就是水管破了，天天都是拿个仪器在那里侧漏。现在接好了，先试一下水，看看这个接口漏不漏。这个接口不漏的话就可以了。冷热水都有水了，观察，找点纸擦一擦。一会儿还得来个修复工作，把这个得给修复了。刚才啊，我们把这个管呢切下去大概2公分，因为这个管子的这个地方有一点伤，虽然它里边是没有破，但是我担心它以后会从这儿烂。就把它给切了，但切了以后呢，这2个管口高度就不一样了。高度不一样呢，现在只能是用这个曲角，这个曲角向下，这个曲角向上来补这个差。现在转过来看这个角度也还是有一点点偏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
我车上还有那种大弯的曲角，要不要装一个？现在这个部分不漏水，我们就可以拿水泥给它堵了，把这堵上。这个还好，这个没有裂，应该弄点水不漏堵上。行。因为没有水泥，然后特意在小区外边不远的地方买了一个堵漏网，用这个堵漏网来堵，这个东西也挺好用的。太稀了，再来点。是不是有点干了？把这个边儿给它堵好了。防止它以后有这个水吧渗透到墙体里面。嘿，往里边用劲压一个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9公分，4公分。刚好来到他们小区，在院子里溜达啊，发现了有这么一块瓷砖，我就给带上来。这个是个白色的。刚好在这里派得上用场，这就是咱们切割片的强大之处，不光能磨，还能切。这个瓷砖都不在话下，但是你用它切地砖那可不行，切不动。大概的宽度切了这么一条，然后不行的地方再磨一磨，修理一下。而且这个砖的颜色和他家这个颜色还挺搭配的。在车上找到个铲子。有这个就好干。这个铲子是用来和溶石胶的，平时也不怎么用，今天刚好派上用场。瓦工的工具呢，咱也没有，就这么凑合的上吧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模仿着瓦工老师傅的样子，就这样给他弄上去。我想应该没问题。这样修补的活儿我还是第一次干。以前遇到类似的问题呢，一般都是客户去自己找瓦工，自己去处理，处理好我们上门再安一次就可以了。这个客户呢，他不是我们本地人，可能对这一方面不太了解，找个师傅也不方便。刚刚补好，您这个曲角啊要小心翼翼，因为那个水泥还没有干，那个水不漏还没有干。客户一直担心这个不会过几天也坏了吧？这个东西说不好呀。这拧的时候呢，我只敢用到我平时1半的力度。现在装好了，通水试水，收拾工具准备走人，折腾了1个多小时。现在装修一套房子使用周期应该也就10多年吧。你像这15年、20年，感觉毛病就太多了。像10几年前那个 PPR 管刚流行的时候，现在好多都已经漏水了。整个过程大家觉得哪里有没有漏洞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一起探讨探讨。就这样了，在最大能力了，弄不了了。